这个小姐姐已经3天3夜没睡觉了，她只能靠这种方式让自己保持清醒。而到了第4天，在学校上解剖课的时候，还出现了可怕的幻觉，她竟然看到尸体动了一下。好家伙，那差点没给她吓死。那么她为什么不睡觉呢？因为她一睡觉就会死。原来身为大学生的真香通过老师的介绍参加了一项安眠实验，实验的内容很简单，就是不能睡觉，只要坚持下去就能获得10万的奖金。正好真香没钱交房租，毫不犹豫的在协议上签了字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自己已经掉入了死亡陷阱。随后他半躺在手术台上，只听咔吧一声，他的后颈处被植入了一枚芯片。专家跟他说，只要人保持清醒，大脑就会释放出一种叫库拉托素的物质，它可以治疗脑死亡，所以价格十分昂贵。这个跟芯片匹配的手表会显示提取的库拉托素的分泌量，只要提取到100就能到手10万。但可怕的是，如果在实验中不小心睡着了，并且没有在60秒钟内醒过来，那么心脏就会随时停止跳动。第一天晚上，真香直接学习到凌晨2点，这对于经常通宵学习的他来说简直太轻松了。看一眼手表，库拉托素已经涨到了40。第2天，他的精神状态没有丝毫影响。这时，一个男生走了过来，问他是不是参加了安眠实验。因为签了保密协议，真香有点紧张。没想到那个男生也亮出了同款手表。原来除了他之外，还有其他志愿者，分别是做梦都想成为美妆博主的塞拉，经常通宵直播。游戏达人卷毛，他经常连续几天几夜打游戏，而面前的男生13则是个夜店小王子。看来实验被选中的人都是熬夜达人。随后他们交换了联系方式，等到了48小时的时候，虽然他们的激素水平各不相同，但基本都能保持清醒。每个人手表上的数字都蹭蹭的往上涨。最后4个人成功完成了任务，专家也遵照约定取出了芯片，并且将40万双手奉上。拿到钱之后，他们谁也没闲着，卷毛立刻升级了自己的游戏装备。塞拉到美容会所做了个拉皮儿，而13则买了一块高档手表。再看真香，他1分钱也没花在自己身上，先是交了房租，然后给奶奶买了个按摩仪，又给妹妹换了个新手机。第1轮实验让大家尝到了甜头，但人的欲望是无穷的。他们经过商量决定参加第2轮实验，而这次为了获取更高浓度的库拉托素，他们需要坚持整整5天。当然了，奖金也少不了。How much? 500,000 baht。哎呦我，这也太轻松了，不睡觉就能挣钱。可第2轮实验中，有人撑不住了。3天3夜不睡觉是种什么体验？这4个大学生每人挣了10万，你没听错，不睡觉就能挣钱。第1轮实验大家都尝到了甜头，但人的欲望是无穷的。很快他们报名参加了第2轮实验，而这次为了获得更高浓度的库拉托素，他们要坚持5天不睡觉，奖金更是高达了惊人的50万。开始的前2天还算顺利，都挺精神，可就在第3天的晚上，卷毛不小心睡着了，幸好他只睡了几秒钟，要是睡着超过60秒，他就得当场饮恨西北。到了第4天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崩溃了，那脚下轻飘飘的。就这样的状态，13还去打篮球，往那儿一站都快睡着了。突然一个篮球砰的一下给他打倒在地上，朋友把他扶起来，可这时他又产生了幻听，觉得有人在嘲笑他，他瞬间清醒，朝着对面的男生哭哧就是一拳。奇怪的是，明明听到了对手骂了他，可其他人却说什么都没听见。再看手表的数据，真香发现13产生的库拉托素比每个人都高。原来13喜欢打篮球，看来只要让自己保持运动状态，激素增长的速度就会快一些。于是他们直接来到了卷毛家的泳池狂欢，喝冷饮吃柠檬，甚至还玩起了冰桶挑战，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持清醒。但没过多久他们就累得玩不动了。就在此时，塞拉隐约听到卷毛的卧室里传来了诡异的声音。他走进房间一看，哎呦我，那电脑屏幕上全是视频，墙上还贴满了照片。其实卷毛一直在偷拍他，真的是太过分了。接受不了刺激的塞拉吧唧倒在了地上，手表当即发出警报。好在真香懂得心肺复苏，立刻在身边开始急救。倒计时结束的瞬间，塞拉睁开了眼睛，他们的库拉托素终于达到100，拿到50万奖金的4个人还是坚决的退出了实验，毕竟钱再多也没有命重要。可真香怎么也想不到，奶奶突发重病住进了 ICU， 为了筹集医疗费，妹妹小香竟然也报名参加了安眠实验，而这次是10天不睡觉，奖金100万。看这老爷们儿已经5天没睡觉了，神志不清醒的站上了天台。楼下的人一看，紧忙冲了上去，可惜这已经来不及了。男人闭着眼睛直接踩空掉了下去。
为什么这老爷们他不睡觉，都是因为这个安眠实验。真香他们4个人参加了前2轮，那差点小命都给整没了。就在他们决定退出实验没多久，真香的奶奶突发重病，住进了 ICU。为了筹集医疗费，妹妹小香竟然也报名参加了安眠实验，而这次是10天不睡觉，奖金100万。真香找到专家，警告他，要是不给妹妹取出芯片就报警。可专家却说，救人的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你们4个人继续回来参加第3轮实验。经过商量之后，他们决定去找老师帮忙。当初也正是他推荐几个人去参加的安眠实验。为了能让他们保持清醒，老师给他们安排了一间病房，同时还准备了可以提神的药剂。就这样，第3轮实验正式开始。前3天效果还算可以，可到了第6天，他们开始哈气连天，抗疲劳药剂注射的越来越多，但意外还是发生了，每个人都产生了可怕的幻觉。13看到了去世多年的母亲，真香看到地上流出一滩鲜血，最吓人的是塞拉，她洗完脸发现自己最在意的脸上长满了水痘。暴躁易怒的4个人开始相互指责对方，13更是举起手狠狠地指了卷毛的脑瓜门子，甚至还大打出手打了起来。真香见此情形，急忙上楼去找老师帮忙。走廊深处有灯光在闪烁，他以为老师在里面，就走了进去。可下一秒他被惊呆了，显示器上播放着24小时监控画面，桌子上还放着药物实验协议，上面很清楚地写着那个专家其实是老师请来的临时演员。突然那老师大脸蛋的支了过来。原来20多年前，老师的男友就发现人体能分泌出特殊的激素，所以他拿自己做实验，10天不睡觉，结果走火入魔，从楼上掉下来，摔成了植物人。深爱他的老师这些年一直在招募志愿者，表面上是在做实验，其实是为了获得足够多的激素，从而唤醒男友。影片最后，几个人合力给老师制服了，成功报警，逃离了实验室。他们顺利取出芯片，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。